最近防務部的消息有點多呀，把我的熱血都点燃了。中视新闻网27日消息称，我们105公里的猎豹轮型战车已经確定將在明年正式啟動量產，且上來就是178輛。另外，根據安排，首批出廠的獵豹戰車將在第一時間送到外島防線，全數淘汰到那些老掉牙、服役超過半個世紀的 MCED 輕型戰車。不明真相的朋友聽到這裡，是不是以為這又是一次例行公事的裝備升級？但兄弟們，這次你們大錯特錯了。這次量產換裝不再是簡單的舊換新，而是台灣自研工業一次超強逆襲。大家回憶回憶，雲豹裝甲車當年被嘲笑，被酸民扣上鋼板龜裂、底盤太高，在南寮或中途公路上轉彎卡住的帽子。到今天，雲豹車族的最新成員獵豹戰車能直接扛着大口徑戰車炮在公路上狂飆100公里，這種反差打臉劇本是不是看着很爽？今天我們就把自主研發的雲豹裝甲車以及最新的獵豹105輪戰從裡到外狠狠扒開分析一次。相信我，看完今天這些視頻，你絕對會对我們的自研實力重新刷新認知。廢話不多說，直接進入第一章，來看看這尊能把敵人直接轟成渣渣的105公里主炮到底有多兇殘。大家看裝甲車，我相信第一眼永遠都是那根長長的黑洞洞的炮管。在過去，外島上列裝的 MCED 用的只是76公里戰車炮，打在現代主力戰車上就跟幫人家瘙癢一樣，連皮都穿不透。但這次我們軍備局跟中科院聯手，硬生生把一門105公里的主炮塞進了8×8的雲豹底盤裡，打造出了獵豹輪型戰車。這可不是隨便拿個焊槍把炮管焊上去那麼簡單。要知道，傳統105公里戰車炮開火時的後坐力高達60噸，如果不做特殊處理，炮彈一發射，強大的反作用力能直接把一台20多噸的輪型裝甲車給掀翻過去。但我們的自研技術團隊做到了什麼？軍備局202廠研制出了極低後坐力制退附近機，直接把這高達60噸的後坐力硬生生壓到了驚人的20噸以下，促使獵豹戰車即使在高速移動中或是動對動射擊時，車身依然能穩如泰山。並且獵豹戰車配備了我們自研的鋼芯尾翼穩定脫殼穿甲彈，炮口初速高達驚人的每秒1500公尺以上，在2000公尺的超遠距離外，其依然能直接穿透500公里厚的軍制鋼裝甲。這個穿透力比我們現役 M60A3 和 CM11 勇虎戰車的主炮還要猛。在暗防探頭作戰中，不管是敵人的2棲裝甲車，還是第一波進攻的敵軍周波，只要被這門105巨炮瞄準，下場就只有4個字：灰飛煙滅。另外，根據實戰需求，台灣工程師還給獵豹戰車搭配有 XTC-112 人員殺傷彈，其彈頭內塞滿了整整2000顆鋼珠，在暗灘作戰時一發掃過去，能直接清空一大片敵方步兵。更誇張的是它的射控系統，具備雙軸4伏穩定，車長跟炮手各自擁有獨立的瞄準儀，直接具備了跟頂級 M12T 同款的獵間接戰能力，即車長抓到目標後能自動移交給炮手開火，自己則立刻搜尋下一個目標。在觀測距離時，雲豹甚至能在2000公尺外精準辨識車輛，1200公尺外辨識人員，全車備彈高達33發。除了105主炮，獵豹戰車的車頂還配了一座12.7公里遙控武器站，外加一挺7.62公里同軸機槍，前者備彈約400至600發，且能根據任務需求換裝7.62毫米輕機槍、20毫米機炮或40毫米遙控榴彈機槍，後者備彈約2000至3000發，均可用於近距離掃蕩壓制敵方散兵，並配合主炮失控系統進行輔助瞄準與火力補充。或許有人面對獵豹戰車總會酸一句，不就是個輪子裝甲車嗎？裝了105炮又怎樣？不照樣扛不住敵人的重炮轟炸？嘿，看到你這種言論我就笑了，這些人根本不懂什麼叫現代戰術的體系配合與戰略彈性。我們自研的實力可不只是把一門大炮放上去那麼簡單。雲豹車族的防護能力經常被嘲諷，其正面只能防30公里穿甲彈，側面只能防12.7公里重機槍，根本擋不住重型坦克。我不否認，在防護力上，輕型裝甲車確實不可能跟70噸的 M1A2T 主力戰車硬碰硬，但問題是，這根本就不是雲豹車族的設計初衷啊！台灣是什麼地形？
全島密布着全世界密度最高的公路網、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以及複雜的城鎮巷弄。履带式坦克重達60噸，在路上跑，每小時頂多50-60公里，而且開久了，履帶會把柏油路面啃得稀爛。後勤拖車如果不夠，部署速度慢得像烏龜。但雲豹呢？資料顯示，它是採用2代底盤的8×8輪型裝甲車，最新型的105公里獵豹戰車，心臟直接換裝了高達600匹馬力的強悍引擎。在台6一線西濱快速道路上，雲豹可以開到每小時100公里以上的恐怖高速，續航力更長達500公里。什麼概念？這代表着獵豹戰車的快速反應機動能力是傳統履帶坦克的2倍以上。如果敵人在北部灘頭試圖登陸，部署在中部的獵豹戰車營不需要等待慢吞吞的鐵路拖車，自己發動引擎，短短2個小時內就能像狂風一樣席捲戰場。而且這台車底盤採用了8輪獨立液氣式懸吊，外加關鍵的6輪轉向技術，最小轉彎半徑直接縮小到了9公尺以下。不管是爬30度的斜坡，還是在狹窄的城鎮巷弄裡甩尾，都靈活得像一只真正的獵豹。更厲害的是它的雲豹車族化體系能力。你不会以為雲豹只有105公里炮車吧？台灣自研的雲豹家族包含了 CM32 指揮車、CM33 練炮車、CM34 30公里機炮型，還有步兵戰車、海炮車，全系列結案交車高達683輛，且全部共享相同的底盤、相同的600匹馬力引擎包件、相同的後勤維修體系。到了戰時，一輛雲豹故障了，後勤人員直接抽換模塊化動力包，甚至從另一輛損毀的車上拆零件下來裝，維修成本比傳統坦克低了幾十倍。至於防護弱點，獵豹戰車除了車體複合裝甲，台灣還編列了數十億預算，採購 XC105 炮塔與車體複合陶瓷裝甲模塊，增加其防護能力。同時還在車身四周配裝雷達預警系統，一旦被敵方雷達標定，就會自動發射煙幕彈脫離戰場，生存能力直接拉滿。憑借這樣的性能，在台灣的城鎮、巷弄與沿海公路間，數百輛雲豹與獵豹戰車能穿梭自如，一邊利用高機動性避開敵人的空中打擊，一邊用105巨炮給予敵軍致命一擊。既然雲豹和獵豹這麼強，那為什麼前幾年新聞上老是看到雲豹的一些負面新聞，比如萬軍落跑專車、扛彈鋼板裂痕，還有那個跟玩笑一樣的在南寮或中投公路上轉彎卡住事件等等？回顧雲豹裝甲車的研發歷程，說實話，那真是一部充滿了血淚、官司與挫折的逆襲史。早在10幾年前 ，CM32 雲豹剛問世的時候，就被媒體抹黑成是專為首腦打造的萬軍落跑專車。後來證實，這根本是拿 CM31 原型車改裝的假新聞。而前2年，台灣全軍在清查305輛雲豹時，則被爆出有50輛車身和16輛炮塔出現了微小的鋼板裂痕。那時候，酸民網軍簡直像過年一樣狂嗨，但最後第三方檢測出來，鋼板硬度完全合格，問題是出在當初漢島施工面積不足與金屬疲勞上。軍備局二話不說，直接補焊更換，甚至跟中鋼簽下了20年的全售期保固合約。至於轉彎被卡住，這倒是真的。早期的 CM32 的轉彎半徑高達11.5公尺，當年確實發生過在南寮或是中投公路上轉不過去，還有倒車的尷尬場面。因此還被民眾笑稱是公路大象。這些黑歷史都是台灣自研的來時路，但最不可思議的事兒是105公里獵豹項目差點夭折。當初中科院和軍備局想走商購管道，於是向美國買了2门全新的 M68A2 低後坐力戰車炮，結果因為中科院堅持用行政法人出具最終使用者證明，跟規定只能賣給軍方的美國陸軍僵持了130天，加上中科院加碼要買跨國私企的敏感炮塔界面文件，又碰上疫情和美國總統大選，最終導致审查拖了1整年。但最離譜的是2021年6月，好不容易等到去美國亞伯丁测試場驗收，結果軍備局跟中科院派少將居然讓民間代理商去申請入境，這直接違反局方規定，被美軍當場拒絕入場。最後因為逾期交貨，中科院還和代理商明文公司撕破臉解約，鬧上法庭，互相提告求償上億台幣，外购炮管也因此徹底告吹。當時所有人都以為獵豹項目徹底完蛋了，但没想到軍備局202廠掘金爆發潛能，直接自研出了低後坐力105巨炮，打出了动对动射擊100發100中的戰績。炮管問題解決了，
但當時陸軍裝甲兵監一看到好不容易造出的第一和第二兩輛原型車，又開始搖頭，說這原型車車高3.3公尺，太高太大，放到戰場上就是個移動的大靶子。面對陸軍的挑剔，軍備局沒有放棄，直接自籌2.9億台幣，投入了第三樣車的研改工程。據悉，當時工程師們直接放棄原本沿用步兵戰車的車體，重新設計了取消車尾大尾門，改成補彈小艙門，並結合2代雲豹底盤的專用戰車車身。全新的獵豹第三樣車也因此震撼亮相。公開資料顯示，第三樣車車高被硬生生壓縮到了2.95公尺，成功降高30公分以上，車身低矮扁平，隱蔽性大增，動力更是飆到了600馬力。從昔日被全民痛罵的瑕疵車公路大象，到今天克服万難，成功降高降重，即將量產178輛，去守護外島與本島的自然之光。我為台灣的工程師們感到驕傲。既然獵豹戰車已經變得這麼強大，那它在未來的台海防衛戰中會扮演什麼樣關鍵的角色？它又將如何與我們引以為傲的海軍與陸軍配合，構築出一道無法逾越的鋼鐵長城？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永遠是戰略部署與跨軍種的體協作。現在，讓我們把視角拉高，俯瞰整座台灣海峽與外島防線。大家想想看，明年啟動建案量產的這178輛105輪戰，為什麼陸軍規劃要優先部署到澎湖、金門、馬祖等外島前線，去替換老舊的 M41D？ 那是因為外島地區地形狹窄，掩體多但縱深小，履帶式重型坦克在外島不止維護困難，而且一旦遭受集火打擊，很容易變成無法移動的鐵棺材。而獵豹105輪戰機動性極強，平時可以隱蔽在堅固的山體坑道與地下堡壘中，一旦敵方發起兩棲登陸或者散降空降，獵豹戰車能以100公里時速迅速出動，利用105巨炮對敵方的灘頭立足點發起致命的直射打擊。而在台灣本島，雲豹車族更是海陸一體防衛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陸上打孔機。很多觀眾可能不知道，我對台灣海軍的實力一直充滿了極大的期待與信心。從海鯤號下水到塔江級巡邏艦、沱江級飛彈快艇的密集服役，台灣海軍在海峽中早已構築起了一道極其密集的雄風2型、雄風3型反艦飛彈交叉火網。在未來的防衛作戰中，海面上的敵方大型艦艇交給我們海軍的飛彈快艇與潛艇去收拾，而一旦有僥倖突破海面火網，試圖摸上灘頭的殘餘輕型裝甲目標或兩棲舟波，到時候就是雲豹車隊登場收割的時刻。根據台灣最新的兵力整建規劃，陸軍未來的裝甲打擊核心將由108輛 M1A2T 主力戰車、460輛性能升級的 M60A3以及這178輛自研的獵豹105輪戰組成新3頭馬車，全面淘汰掉老舊的450輛 CM11 勇虎戰車與 M41D。作戰戰術也很簡單，由防護能力最強的 M1A2T 硬扛正面打擊，升級型 M60A3 負責陣地防禦，而178輛獵豹105輪戰則利用發達的公路網進行全島縱深快速增援與城鎮巷戰反擊，海上有海軍封鎖，陸上有雲豹快速掃蕩，空中有直升機火力壓制，這種環環相扣、毫無死角的打卡式防禦，就是我們台灣給所有覬覦者準備的鋼鐵陷阱。當然，我們前面說了，獵豹再強，它依然有軟肋，比如在面對強烈的電子干擾時，其高度依賴的戰術數據鏈可能會受到影響；又比如在極度泥濘的農田濕地中，輪型底盤的越野通過性依然略遜於履帶坦克。但我相信我們的指揮官會用明智的戰術去避短揚長，把獵豹放在它最能發揮優勢的公路與城鎮戰場上。回顧整部雲豹車族發展史，從一紙藍圖到如今多型號並存、重炮上車的鋼鐵車族，它不只代表了一輛裝甲車的演變，更見證了台灣自主防務工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偉大跨越。我們的自主研發能力才是我們守護這片土地最大最堅實的底氣。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大家對105輪戰的作戰能力能打幾分？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別忘了點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期內容不見不散。